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医院打来电话说周韵被捅了7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我正在辅导安安写作业。我说没时间，看孩子做作业呢。对面愣了一下，说那家属不签字，医院是没办法治疗的。我淡然表示，那就放弃治疗吧，然后挂断了电话。安安很乖，甚至都没有问一句，因为他也知道他爸早就该死了。周韵是我老公，我们在一起13年了。6个月之前，我发现周韵出轨了，还不止一个。周韵比我小4岁，那年我刚创业，急需人手，周韵就是那时候进公司的。凭借着我一腔热血和狗屁运气，很快我们就借着经济转型的东风，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也是那时候，快速成长起来的周韵开始追求我，我猪油蒙了心，在众多不看好的声音中和他在一起了。恋爱、结婚，周韵为了表示他对我的忠诚，安安出生以后随了我。姓乔，周韵父母早逝，除了一个破败的老院子，父母只留给了他数额不小的外债。为了他上学，不得不把那套老院子抵押给了村里。所以那时候，周韵玩命工作，努力挣钱，想有一天把那个院子买回来。有一次陪客户回来，喝多的周韵靠着我肩膀哭着说：“老婆，我命苦，但是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上你，又有了安安。”后来我们越来越忙，分公司也开始运作，即使聚少离多，我也觉得我们一家3口很幸福。周韵体贴温柔，安安聪明可爱。直到我一个做娱记的朋友忽然联系了我，说是娱记，其实他自称狗仔，最近主要工作是跟拍一个小明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找我什么事的时候，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照片里是他一直盯着小明星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在拥抱。我刚想说发给我这个干嘛的时候，忽然发现照片靠右的地方有2个人，男的正打开车门让女人上车，女人恰好这个时候侧身抬头，2人亲吻在一起。男人的脸并不清楚，但是车牌号是0525，我的生日。那辆车是我送周韵的，不知道是我过于冷静还是别的什么，我脑子转得飞快，对上周韵近期的表现，我甚至冷静地分析出来，这个女人可能是谁，是周韵之前的秘书杨柳，和周韵是老乡，是校招进来的。但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周韵有别的心思，总是会展现一种古早总裁文里那种女主的行为，故意弄错一些小东西，吸引周韵的注意。整不明白的打印机，忘记加糖的咖啡，记错时间的机票，甚至拿给客户的材料。我厌蠢，很快就要求周韵把他辞退。周韵也很听话，利落地将杨柳开了。如今看来，周韵把杨柳踢出了公司，却安了个小家给他。我曾经为了周韵不顾一切，是因为爱他。如今因为他的背叛，我选择离婚，拜托朋友帮我收集证据。同时，我开始处理我们的共同财产。周韵不傻，我们之间资源捆绑颇深，我不一定能让他净身出户，但是为了安安，我能拿到尽可能多的部分。我花大价钱找了个私家侦探调查周韵，很快就知道周韵除了杨柳这个小3之外，还有一个小4，是个大学还没毕业女孩。魅力无限。毕竟周韵有一张拿得出手的脸，或许是我对周韵的冷淡有些明显。周韵居然减少了见他们2个人的次数，不光对我更加体贴，对安安更关心，
甚至还在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带些礼物给我和安安。安安还小，我和周韵总是很忙，陪她的时间短，所以爸爸忽然腾出来很多时间陪她玩。安安很开心，周韵也时常扮演着一个好父亲的角色，带着安安出去玩。连家里的阿姨都说安安最近开心得不得了。我有点担心，将来我要怎么和安安解释爸爸妈妈离婚的事。另一边，我从私家侦探那得到了一个消息，杨柳和周韵闹翻了，具体原因暂时未知。怪不得，原来是小三那里得不到柔情蜜意了，打起了回归家庭的主意。我不是圣女，背叛这东西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婚我是离定了，但是没想到我没去找杨柳的事，他反而来找我麻烦了。安安丢了。安安出生以后身体一直不好，比同龄的孩子瘦弱。我给他报了一个跆拳道的班，起码增加一些活动量。离小区不远，有时候天气好，安安也会和小区里的小朋友结伴一起走着去。虽然我们没有在顶级的什么某公住着，但是起码也是比较高级的小区，安全指数高很多。安安很聪明，我也比较放心。但是那天跆拳道班结束，安安没有回来，身上带着的电话手表也没有回应。母亲的直觉告诉我，安安可能出事了。我给周韵打了电话，就狂奔下楼。在楼下刚好遇到总和安安一起玩的小朋友，那个脸上还挂着眼泪的小女孩告诉我，安安被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带走了。我脑中轰然，安安才9岁，谁能和她有仇？只能是冲着我或者周韵来的。我手忙脚乱地打电话报警，出警很快，帽子叔叔们尽职尽责地询问一些关于安安的事。跆拳道班的老师也表示，安安下午的时候学得很好，没有一点异常。放学的时候，是老师送他们到路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开始有个女的走过了，喊一声乔安安，安安下意识地答应。路边忽然来了一个男人，冲出来就抱着安安飞快地上了车。我正打算让小女孩说出些更多的细节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周韵的电话。那边传来安安带着哭腔的声音，妈妈，我没事，爸爸找到我了。紧接着传来周韵的声音，没事了，那人开得太快，撞上了我的车。我下车查看的时候，发现了安安，对方跑了。安安没事，我们很快就回去。安安受到了惊吓，回来就抱着我不撒手。警察那边的事都由周韵处理了，周韵要配合调查，还有些事情要配合警察办案。虽然安安安全回来了，但是牵扯到当街抢夺小孩的事，警方要避免出现下一次的意外。周韵走了，安安乖乖地靠在我胸口，我以为她吓得厉害，就低声说，妈妈给学校打了电话，请几天假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安安却忽然开口，妈妈，你和爸爸离婚吧？我很惊讶，为什么？安安从我怀里挣脱出来，坐在床上，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因为爸爸出轨了。说实话，我并不诧异于安安会说出这样的话。8、9岁的孩子在当下这个复杂的媒体时代，懂得比我们以为多太多了。我诧异的地方在于，安安为什么知道？安安能不能告诉妈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安安犹豫了一下，因为今天那个车上还有一个阿姨，她叫爸爸老公。从安安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安安说，忽然有人叫她乔安安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答应了，因为是女性的声音，她以为是跆拳道班的老师。但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就冲过来一个男人，一把抱住她上了一辆车。安安很聪明，知道这些人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肯定是要对付爸爸妈妈。
所以安安假装被吓到，晕了。男人发现安安不动了，就喊妹妹。这个小东西不动了。很快车子停了下来，开车的女人坐到了安安身边，男人去开车。妹妹，你把这个小东西绑了，周韵就能离婚和你结婚了。你懂什么？这孩子是周韵的孩子，但是不跟周韵姓，只有他没了，而我有了周韵的孩子，那他一定会和我结婚的。周韵早晚都是我的老公。乔清然，黄脸婆，你们女人就是麻烦。要我说，直接抓住周韵，狠狠地打她一顿，不愿意就一直打，她早晚有愿意的一天。这时候，女人的手机响了，电话那边传来了清晰的周韵的声音：“我儿子不见了，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老公，你在说什么？”“杨柳，我告诉你，我送你的手机是有定位的，下个路口你停下。你不就是想要个孩子吗？咱们生就是了，暂时不要动安安。不管你想做什么，如果你还想你哥过舒服日子，你就停下来。你不是想给你哥换房子吗？我安排。”再后来，就是车子停在了一个路口，周韵有意地撞了一下车，然后从杨柳怀抱里接过了安安。安安随我，性格沉稳，周韵抱着她才缓缓醒过来，然后哭出声音。我听完安安说的，浑身冰冷，我不敢想象，就差一点安安就被杨柳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可能今生今世我都不能再见到安安了。面前这个小人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敢想象，如果今天失去了安安，我还能不能面对这个世界？我紧紧地把安安搂在我怀里。过了一会，我对安安说：“妈妈，知道爸爸和别人在一起了，妈妈想和爸爸离婚，但是妈妈也想给安安更好的生活。所以妈妈要等等，安安可以一起等吗？”安安用力地点了点头，擦掉我脸上的泪。“妈妈，别难过，安安一直陪你。安安是男子汉。”周韵一夜未归，11点多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询问了安安的情况，然后说有事要处理，晚上太晚就会直接休息在单位。我当然同意了。我知道他要去哪，去杨柳那。今天的事闹得太大了，按照周韵的为人，他很快就会和杨柳断了，因为他知道涉及到安安，我肯定会去查。一旦我查到杨柳和他的关系，我会很快和他切断联系，甚至把他踢出我们的公司。周韵在公司肯定也有自己的人手，既然他能瞒着我把杨柳安置下来，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没准这个时候他已经发觉我在悄悄地把他从管理层架空，同时在转移我们的财产。为了安安的安全，我已经决定尽快找个机会和周韵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杨柳做出什么极端事情之前离婚。安安是我最重要的部分，财产少了可以再挣，安安不行。第二天，在周韵回来之前，我收到了私家侦探的消息，周韵身边的那个女大学生是假的，她叫刘倩，是个惯三，凭借青春的长相和乖巧的性格，出现在不少有钱男人的身边，用青春肉体换取丰厚的物质，消耗在他的各种昂贵爱好里。当一个男人腻了之后，就会用怀孕去骗一笔大的，然后换个城市，如法炮制。我翻看着关于杨柳的资料，听完了私家侦探的汇报，忽然觉得即使离婚，我也要送周韵一个大礼。周韵回家了，依旧温柔体贴，扮演着他的好爸爸形象。安安不是很爱和他说话，没有之前那么黏他了。安安受到惊吓了，而且那个抢走他的是个男人。我带安安见过心理医生了，说问题不大，只是要缓解一段时间。在周韵吐槽的时候，我一边护肤一边回答她：“对了，
那个抢安安的人有下落了吗？警察那边怎么说？沿路的监控拍到了人，但是他帽子挡住了脸。那辆车不光是失车，还是套牌，不见了。警察怀疑可能是竞争对手干的，暂时也没有线索，只能先查着。是我预料中的回答。周韵果然提前想好了怎么敷衍我。老公，这次安安出事我有点害怕了，要不然咱们搬到城南那栋别墅里吧，那边安保更好一点。我是故意这么说的，因为杨柳就住在城南的那栋别墅里。清然，你太紧张了，没事的，这里比那边安保更好，离安安学校也近。咱们好不容易让安安进这所国际小学的，去了那边又远，接送不方便，而且离公司也远。你要相信警方的能力，安安会很安全的。以后我负责送她去辅导班。我知道你更喜欢这边。周韵环抱着我，在我耳边认真地给我分析利弊。她的心跳声从我后背传来，铿锵有力，气息沉稳地吐纳在我耳畔。我们刚有安安的时候，她喜欢这样抱着我。那时候我坚信，我就是那个事业家庭两不误的女人。然而如今，我身后这个曾经说用生命爱的我男人，不光有了小三，甚至还有了小四。即使小四是个骗子，笑死！他所谓的全心全意爱着我和安安的心，还能百忙之中抽出来一部分分给他金屋藏娇的杨柳和一个骗子。男人只要呼吸就是渣男。老公，咱们之前的一个甲方联系我了，他们有个大项目想让咱们做，我安排企划部的人过去了，但是那边觉得怎么不够重视，安安现在的状态不好，我没法脱身，要不然你去一趟吧。什么项目啊？居然还需要我出马？周韵玩笑着问我。如果成了，我们估计可以直接提前退休了，能请你最喜欢的那个田园设计师把你买回来的老院子重新安排。第3天，周韵就买了机票去了甲方那里。那个甲方出了名的难缠，这个项目之所以找到我们，也是因为他原本中意的公司被他折腾得受不了了。按照我的计划，周韵在那要待几天的，然后我去偶遇了刘倩那个假的女大学生，并不难，去她常去的商场转一下，然后偶然地和她看上同一件衣服，礼貌地让出，并夸赞她的审美。女人不管是不是骗子，都很容易上当。你看起来好年轻啊，还在上学吗？哪个女人不愿意被人说年轻呢？谢谢。是的，我还在上大学。现在的年轻人眼光真好。我上学的时候像个土锤，然后假装随意地撩撩头发，露出价值不菲的手表，顺势让他发现我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奢侈品。爱财的刘倩很快就和我熟络起来，我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我的身份。在惊恐之余，刘倩很快发现我不是来找她撕逼的，我不过是个有钱的女人。而且刘倩也意识到周韵实际的身家比她展现出来的要多很多。当然了，周韵手里有多少钱是我决定的，自然也就决定了她能给小三和小四花多少钱。我摆出一副和刘倩相见恨晚的样子，和她在一起逛了一下午，在她身上花了些小钱，还淡淡然地表示女人吗？再能干也不及找一个能干的老公来的靠谱。我们那会之所以能顺利发展起来，大部分是靠运气。结婚以后，我几乎不去公司了，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出面，安心的在家过富太太的生活，享受。妹妹，趁着还年轻，抓住一个这样的人，下次有时间介绍我老公给你认识，让他介绍他的未婚朋友给你认识。看见你就好像看见刚大学毕业的我自己似的。那会要是聪明点，
找到一个更厉害的老公，没准送你的就不是那件衣服了。哎呀，一把年纪了，再说什么胡话？当然不是胡话了，这话就是要给刘倩心里种下个念头，与其弄一笔钱跑路，不如假戏真做，趁着年轻，给自己一个做富太太的机会呢。周韵就是他最好的目标，天助我也，是个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我在妇科见到刘倩的感觉吧。她居然怀孕了，不到3个月。根据私人侦探的消息，那时候她正和周韵浓情蜜意，孩子大概率是周韵的。确定要和周韵离婚以后，我就给自己安排一个全方位的体检。我是个仪式感还挺强的人，我要用一个最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生活。其实还有一点，我怕周韵有病。杨柳以前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刘倩的确私生活混乱，还做了灌3。周韵怎么样，我不想知道，如今也不在乎了。我更在乎我自己。我进诊室的时候，刘倩刚好出去，听到医生冲着她喊：不到3个月，还不是很稳定，最近不要太劳累，也不要熬夜，好好休息。刘倩没注意到我，只是盯着化验单，敷衍地嗯了一声，就往外走去。我的化验单显示我健康没什么问题。告别医生，我飞速下楼，在医院门口遇见了正要打车离开的刘倩。好巧，在这也能遇见你。我把车停在刘倩身边，落下车窗，示意她上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她居然一点没推辞就上来了。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一个人来医院呢？习惯了。姐姐，你是来？刘倩坐在副驾驶上，小心地将刚才拿在手里的化验单放在了包里。哦，有个朋友生孩子，过来看看。我故意往这个方向说，观察了一下刘倩的反应，继续道：现在条件真好，从怀孕到生，只要你有钱，什么都给你安排的服服帖帖的。我生安安那会连个床位都没有，朋友的朋友倒了好几手才占了个地方，换到现在根本不敢想。哦，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我善解人意地问。没事，就是最近大姨妈有点不准，可要注意一点，女人其实很难的，你还年轻，等到生孩子的时候就发现了，哪没照顾到，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虽说到处都在宣扬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别的不说，就生孩子这一项，那前后花钱不少的，真的到位的，对女人伤害小多了。我有朋友条件好，那生完没过多久就恢复的和以前一样了。刘倩不是傻子，没让我把她送回家，而是让我把她放在了商场门口。他大概是怕我发现现在他住的地方是周韵给他安排的。我想刘倩应该已经决定了要凭借这个孩子坐实他的身份，然后登堂入室了。周韵回来的时候很开心，9成9是已经知道自己有个孩子了。很快尽职尽责的私家侦探带回了新的消息，周韵和杨柳谈崩了。周韵夺门而出，杨柳哭喊无果。同时我也从私家侦探那得了他们分手的原因。关于孩子，杨柳一门心思的想和周韵有个孩子，但是杨柳的哥哥有点精神疾病，时不时会发作。周韵认为杨柳的基因一定有些问题，所以坚定的不想和杨柳有孩子。上次安抚杨柳后，却发现刘倩怀孕了。认为刘倩更年轻、更聪明的周韵，居然认为刘倩的基因更好。在开心之余和杨柳分手，还十分大方，没把她给杨柳的东西要回来。哇，夫妻共有财产，你不要这么大方的好不好？不过没关系，是我的东西，我早晚会要回来的。谁会和钱过意不去呢？周韵回家了，最近回来的频率低了点。
我理解，忽然发现自己有个孩子，怎么能不开心呢？尤其这个孩子还会跟自己姓，手上的证据足够多了。我已经准备好在周韵回家的时候和她提离婚的事，桩桩件件几乎都够让她净身出户了。只是没想到周韵还有别的心思。安安和我在家里捉迷藏的时候，躲到了周韵的办公桌下面，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子。我打开发现，周韵在3个月之前给我和安安买了巨额人身保险。上个星期她刚回来的时候，曾经和我说，安安受到了惊吓，加上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出去了，她打算带着我和安安出国滑雪。不是我把人想得太坏，3个月保险刚好生效。我拿着那一沓资料，一阵寒凉。枕边人对你的算计比你预想的还要早，而且他算计的是你的命。安安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堆资料，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我只觉得周身麻痹，满腔疼痛。算计我也就罢了，我知道外面人说他靠女人，即使是实话，他心里不平衡。但是安安总是他的血脉呀。不过好消息是，这个发现彻底让我丧失了算计财产的愧疚。再然后，正在辅导安安做作业的我就接到了医院的那通电话。你好，请问您是乔清然女士吗？这里是市中心医院。哦，我是。你好，周韵是您先生吗？对。周韵进医院了。是这样的，您先生现在在抢救，但是情况非常不好，我们需要家属来签字。对方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我在家陪孩子做作业，去不了。显然对方一愣，然后道：您先生被人连捅7刀，如果您不签字的话，那就放弃治疗吧。然后在对面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挂断了电话。我手颤抖，几乎握不住手机。安安坐在我身边，不言不语。我知道他都听到了，可是安安什么都没说。我摸着安安的头发，你听到了？怪妈妈吗？安安没说话，摇了摇头，眼泪流了满脸。2个小时后，我还是去了医院。安安被我送去了朋友家，是警察打来的电话。周韵是被人故意伤害致死的。我到的时候，周韵已经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据说我挂断电话之前，他就咽气了，被人连捅7刀，失血性休克，坚持到急救已经是个奇迹了。凶手是一个叫做杨树的男性，他有个妹妹叫杨柳，也从警察同志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很狗血，也很精彩。杨柳被分手以后很生气，她觉得自己是真爱，不甘心被抛弃，认为自己被抛弃的原因就是没孩子。她和周韵在一起居然快2年了，因为一直没有怀孕，杨柳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不能生。再三思考后，杨柳决定去医院检查。从妇科出来等电梯的时候，看到了陪着另一个女人去产检的周韵。因为杨柳曾经在公司待过，她认识我，所以马上就意识到周韵身边的女人不是我，8成是周韵和她分手的真正理由。周韵的温柔体贴和对身边孕妇的照顾，让杨柳被分手的不甘心迅速转成了恨意。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趁着周韵去楼下缴费，愤怒地冲向刘倩，将她狠狠地撞倒，又恶毒地对着刘倩的肚子来了致命的2脚。到底是女人知道怎么伤害女人更重。刘倩被这突如其来的女人打懵了，旋即剧痛从腹部传来。看到刘倩身下的血，杨柳趁乱从消防通道跑掉了。现场的人只顾着孕妇的安全，情况根本没人去追杨柳。周韵一出电梯就看到刘倩躺在血泊之中，
医护人员正对他进行救治。周韵被挡在了手术室外，脚下感觉踩到了什么，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钻石耳坠，之前他送给杨柳的。我在警察那看到了那枚钻石耳坠，我哭笑不得。所谓周韵送给杨柳的价值不菲的钻石耳坠，是我们结婚7周年的时候周韵送我的礼物，已经好久都找不到了。我问过周韵，她还说可能是我出差的时候丢在哪了，安慰我说再买其他的送我。原来是拿我的东西送人了。看着手里的钻石耳坠，周韵意识到刚才对着刘倩动手的人是被分手的杨柳。一想到刚才刘倩身下的血，听着身边病患唏嘘地说孩子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周韵一直控制的愤怒终于喷涌而出，直奔城南的别墅。周韵车开得很快，做了亏心事的杨柳刚刚到别墅门口，周韵冲上去抓住杨柳的头发，就是一顿毒打。邻居劝解的话还没出口，周韵就拖着杨柳进了别墅。好心的邻居怕出人命，报了警，结果警察还没来。杨柳的哥哥杨树到了。杨树有些精神疾病，但是对妹妹一直很好，兄妹俩相依为命多年。看见妹妹被愤怒的周韵殴打，冲上去就要和周韵拼命。周韵正在火头上，看见杨树又想起了他们带走安安的事，根本不在乎。杨树比自己高一头，下了狠手，对着杨树的脸就一拳。冲上来拉架的杨柳被他一脚踹在肚子上，摔倒在地，头磕在茶几上，登时昏了过去。警察也在这个时候到了，连围观的人都以为事情就这样的时候，心里惦记着妹妹的杨树抄起桌上的水果刀，给周韵安排了一个7刀14洞的离别套餐。连同警察同志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个变故吓到了。车速很快，可惜周韵的命溜得更快。刘倩的孩子没保住，刘倩出院以后就走了，没人知道她去哪，我也不在乎。周韵有意隐瞒，在刘倩身上没花多少钱，添置的东西大多都在她给刘倩租住的房子里。比起杨柳，她是那个幸运的。杨柳被周韵狠狠地打了一顿，余生都要带着人造粪袋。那些周韵送他的珠宝首饰、房子、车子的，我都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要回来了。杨树故意杀人，虽然他有精神疾病，但是法院认为他没有完全丧失控制自己的能力，所以要负刑事责任，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再见到杨柳，是他来找我。我带着安安在周韵买回的老房子那看装修，杨柳憔悴了不少，不再像以前一样穿精致的礼服和时装，穿着一件宽松的运动衣。我知道他要挡住他的粪袋。乔清然，你太狠心了，如果你签字，周韵不会死的。安安看他过来和我说话，有点紧张，把手里的袋子递给安安，你先去吧，妈妈一会就来。安安往一边跑去了。我转头上下打量着杨柳7刀，我签不签字他都活不成，脏器受损，大出血，受那个罪干嘛呢？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韵和我的事？我点点头，是啊，你和刘倩我都知道。杨柳居然笑了，周韵真可怜，还以为自己哄着你，其实你什么都知道，甚至最后都不给他活着的机会。对，你对周韵是真爱，刘倩要是没走，你也会进去和你哥一起作伴的。周韵把你打的以后，一辈子带着那东西活着，你依然爱他，是怎么样？你是他的妻子，根本不知道他多痛苦，他的才能和光芒都被你掩盖住了。他姓周，不姓乔，所以呢，一切是他自愿的，没人逼他。
干嘛在最后搞得好像自己很亏一样？他都死了快1年了，你还在坚持什么呀？欠我的钱还完了吗？我打断杨柳的话问道。乔清然，我想知道你把他埋在哪了，我想去看看他。欠你的钱我会还完的。我冲着杨柳笑了笑，看向一边的安安。安安正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盒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面前水泥盆里。杨柳不解地看看安安，又看看我。我冲远处的工人招招手，领头的老哥拿着工具走过来。我转头对着杨柳说：“周韵不是一心想把老院子收回来，证明自己是周家的脸面吗？”我成全他，老院子以后每一寸院墙上都有他骨灰糊墙。周韵只要这老院子还在，你就是周家的脸面。夫妻一场，祝你永世不得超生。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的老公出轨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前天晚上，老公如往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在他去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有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屏保上只显示了7个字：亲爱的，晚安，明天。由于我没有我老公手机的密码，所以剩下的字我看不到，只能自己在脑海里进行脑补。我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老公不会出轨，可实际上那7个字已经开始动摇了我的这种信念，尤其是亲爱的这3个字，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我脑海里无限扩大，这使得我不禁遐想连篇，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老公洗完澡，看了一会手机，说了一句晚安，就睡觉了。不一会，老公的呼噜声在这宁静的夜晚骤然响起，床边的小夜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我看着老公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好奇心油然而生，实在是想看看这个菲菲到底是什么人，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他们都聊了些什么。甚至我都开始安慰我自己，搞不好当我打开他手机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男同事的恶作剧。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几率很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战战兢兢地拿起了老公的手机，试了好几次密码都没有试对。我把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通通都试了一遍，一无所获。这不禁让我有些失落，我居然连我老公手机的密码都不知道。我一直都很信任我的老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去试我老公的手机密码。我看着老公那张棱角分明沉睡的脸，突然急中生智，我想到了用老公的指纹去解锁。我提心吊胆又小心翼翼地把我老公的手指一个个往苹果的 Home 键上试，直到试到右手大拇指的时候，手机屏幕瞬间亮了。我知道我解锁成功了，我按耐住内心的不安，打开老公的微信，果然看到了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的信息。此时我的心正在扑通扑通地乱跳，我屏住呼吸，点开了菲菲的微信框，瞬间一些不堪入目的对话映入我的眼帘。微信框里显示的那些对话使得我浑身颤抖，也同时证明了菲菲是女的。昨天晚上你好坏，弄得人家今天全身都发软，那明晚再来一次，哈哈，等等一些难以启齿的文字。最后一句就是我刚刚所看到的那句：亲爱的，晚安，明天别忘了我的 LV 包包。然后我老公回了一个酷酷的笑脸。看完聊天记录之后，我点开了那个叫菲菲的人的头像，我实在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长成啥样，居然能勾引到我老公。可是遗憾的是，她的朋友圈里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鸡汤文之外，没有一张女性照片。
连头像都是一个像猫既像狗的动物。但此时在我眼里，那动物完完全全就是一头狐狸，并且还成了精。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翻江倒海，既难过且愤怒，又一时不知所措。我没有叫醒我老公当面质问，我心里害怕。我不知道我跟他挑明后会是怎样的结果，是离婚还是吵架，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这导致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老公吃完早餐就去上班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偌大的房子里坐立不安。昨晚老公手机上跟菲菲的对话，现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我脑海里回荡。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的老公有一天居然会出轨。但是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的眼前，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老公脾气不好，我怕我当面去质问他的话，我们肯定会吵架，甚至离婚。可我不想离婚，我实在不忍心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家庭毁于一旦。我在房间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走动，脑海里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跟我老公相识在江南小镇的一所连锁理发店，那时候他是美发师，我是美容师。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跟了他，恋爱了1年就结了婚。那时候穷，结婚后我们便一头扎进工作，生活没有浪漫，没有过多花哨，只有拼命赚钱。慢慢的，我老公在他的事业上有了一些成就，成为了拥有好几家店的小区域经理。去年终于在这片打拼的土地上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同时也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才打算要小孩，可是试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怀上。医生说是我的问题，要我不要再去接触那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美容产品。于是我就辞去了美容的工作。老公在家附近的商业街上给我开了一家小型的服装店，一来可以调理身体，二来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离开我老公身边才1年多点时间，他居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此时此刻的我真的是六神无主，我既不能容忍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也不想因为这事来破坏我们的感情，毁了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但是我又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小姐妹微微打来的。微微是我的隔壁邻居，同样也是开服装店的，我们认识也快1年多了，关系挺不错的。她比我小3岁，长得有几分妩媚，活脱脱一个大美女。虽然当剩女好多年了，但她性格开朗，古灵精怪，嘴巴又甜，非常讨人喜爱。喂，玲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没来店里呀？微微的话提醒了我。我看了下时间，都快中午11点了，我才想起来我还没去店里。哦，家里有点事，马上就来。当我挂完电话，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对呀，我可以去问问微微，看看她有什么办法没有。这小姑娘平时鬼点子多得很。想到这里，我仿佛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激动不已。我赶紧收拾了一下，直接去了微微的店里。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冬天的太阳虽然充满了温暖，但寒风吹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几分刺骨的寒意。在去的路上，我还顺便给他带了一份他平时喜欢吃的黄焖鸡米饭，反正离饭点也不远了。推门进去的时候，微微坐在里面吧台，低着头玩手机。见我进来，赶紧把手机放在了抽屉里，然后起身笑着说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哟，还给我带午饭了，谢谢你，玲姐。”微微看到我手中的黄焖鸡米饭，毫不客气地从我手中接了过去，
然后坐回吧台，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他的这种随意，我早就习惯了。我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吃午饭，来的路上特意给你买的，多吃点，吃胖了嫁不出去。”我就要笑死了。哼，我再胖也有男人喜欢我，嫁不出去那是我眼光高。微微边吃边说，一脸自信。看着微微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又开始犯起愁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去开口去讲我老公出轨的事情，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微微突然抬头看着我问道：“玲姐，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沉默了一会才弱弱地说道：“我老公出轨了。”啊，真的假的？微微放下手中的筷子，睁大着眼睛看着我。真的，他跟那个女人发的微信我都看到了，恶心的要死，我都难以启齿。那你有没有问你老公？你老公是怎么说的？微微一脸难以相信的表情。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怕跟他明说了之后，他跟我吵架，伤了彼此间的感情。一旦处理不好，我怕他跟我离婚。你也知道我们能有今天这个家也不容易，我不想因为这事毁了这个家，所以我来问问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既不拆穿他，又能让他知错回头。”微微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我，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其实男人出轨嘛，都是耐不住寂寞，想寻找新鲜感，尤其是结过婚的男人，时间久了，难免会抵不住诱惑，在外面沾花惹草，这也很正常。再说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是不修边幅。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你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你这件棉衣都穿了好几年了吧？还有你这发型，都是几年前流行过的。你老公每天面对这样的你，能不出轨吗？你的样子连我都看腻了，何况是喜新厌旧的男人。”微微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起身站在试衣镜前，仔细地打量起自己。微微说的也对，我确实发现镜子里的我非常的老土。身上这件天蓝色的棉袄还是去年店里卖剩下的，一头的红发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颜色已经脱落，长出来的黑发跟发梢的颜色成了鲜明的对比，脸上的皮肤也有点暗沉发黄。自从我辞去工作之后，我就没怎么注意过这些。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注重这方面的人，然后觉得现在不去美容店上班了，就没必要再在穿着打扮上浪费钱了。毕竟老公赚钱不容易。但是刚刚微微的话触动了我，此时我才发现镜子里的我原来是这么老土。你听我的，你既然你不想跟你老公离婚，你老公出轨的事你就装作不知道。从明天开始，你就好好打扮自己，怎么漂亮怎么来，不要再省钱了。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动物，或许你这么一改变，你老公看到了之后，又重新对你产生了欲望。微微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道：“这样行吗？”我有点不相信。微微白了我一眼，说道：“没事，你怎么知道行不行？你还要学会玩点神秘感，不要什么都跟你老公坦白，一定要让你老公感觉到你有秘密，但你又不告诉他。等到他来问你的时候，你要调他胃口，让他欲罢不能。对付男人嘛，就跟打仗一样，要欲擒故纵。作为一个高情商的女人，你要时时刻刻让你的男人有一种危机感，让他产生一种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弄丢了的错觉。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越性感越好。你要做到，当你走到大马路上的时候，5个男人有4个男人为你回头，你就成功了。
微微的话让我感觉到有些道理，但心里还是有点顾忌。不过此时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好，我听你的。我眼神坚定地看着微微说道：“这就对了。”微微笑得很开心，但除了开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接下来，我就开始了微微给我制定的改变计划。我们每天穿梭在各种各样的商场、美容院、瑜伽会所、指甲店等等。在穿着上面，我也是做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之前一些不敢穿的太露的衣服，在微微的逼迫下，我也穿了。虽然在这大冬天穿露骨的衣服太冷，但微微一句“女人不能怕冷”的话，就让我对寒冷居然产生了一种抗体。经过2个礼拜的改变，当我重新再站在试衣镜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人靠衣装，马靠鞍。我这么一打扮，还确实比以前多了几分姿色，这让我瞬间感觉自信无比。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底气足了？微微一脸笑意地看着我说道：“这么多钱花下去了，底气肯定要足啊。不过你还别说，这几天我老公晚上回去还真多看了我几眼。他还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一下子买这么多衣服。”我在镜子前左转转，右转转，满脸笑容地说道：“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天下男人都一样，你不要理他，继续你的改变计划，晚上带你去泡吧。”微微一脸自信，一脸了不起的表情。啊，泡吧呀！听到微微的话，我一脸惊愕地看着他。泡吧怎么了？带你去多见见世面，不好吧？我都已经结婚了，怎么还能去那种地方？再说了，万一我老公知道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比较封建，对酒吧这种地方心里有点抵触，所以我一脸犹豫。微微摇了摇头，一脸鄙视的样子看着我说道：“你看看你，刚上点路子，怎么又回去了？你要记住，不要一天到晚围着你老公转，不然你老公还以为你离不开他，这样他会翘尾巴的。你要有你自己的私人空间，你要多几个异性朋友，多让你老公吃吃醋，这样他才会珍惜你。再说了，你又不干什么，只是多了几个朋友而已。”我还在犹豫，微微却一把拉着我，关了店，打车朝酒吧奔去。此时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微微带进了酒吧。眉飞色舞的灯光，激情劲爆的音乐，群魔乱舞的舞池，这一切对于一个很少进酒吧的我来说是种煎熬。微微拉着我来到舞池右边的一个卡台旁，卡台里坐了2男1女。微微一把把我拉到座位上，扯着嗓子对着对面的2男1女介绍道：“这是我小姐妹玲姐。”然后指着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向我说道：“这是我朋友，大家都叫他 K 少，这酒吧的经理。这个叫大神，还有这位美女也是我小姐妹，叫梅梅。今天你就放开了玩，不醉不归。”我勉强地笑了笑，向微微的朋友们点了点头，可我还是浑身不自在。微微一个劲地在跟他的那些朋友们聊着天，而那个叫 K 少的男子时不时地跟我敬酒，跟我聊天。刚开始我还有点拘谨，但是几杯酒下去，慢慢的我就自然了起来。时间在这灯红酒绿的夜色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我渐渐地感觉头开始有点晕，眼神有点恍惚。我知道我喝的有点多了，可是那个叫 K 少的男子和叫大神男子还在一个劲地朝我敬酒。本想拒绝，可是酒这东西越喝越来劲，不一会我就喝断片了。直到第2天，我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才恢复了意识。当我睁开的那一瞬间，我吓了一跳，我眼前居然睡着一个陌生男子。不对，
准确地说，应该是昨晚认识的 K 少。我揉了揉眼睛，清晰地发现我不是在家，而是在酒店。我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发现我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此时敲门声越发急促，不一会，我只看到好几个人影破门而入。我定睛一看，顿时又是吓我一跳。其中一个人影居然是我老公，而另外一个是我小姐妹微微，其他的人居然都是我以前的同事。好啊，你这个婊子，居然敢背着我偷人，难怪这段时间打扮得这么骚气，原来是在外面有人了。老公看到我，一下子怒发冲冠，一开口就骂：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我一下子也慌了神，昨天晚上的事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知道我酒喝的有点多了，至于我怎么出酒吧，怎么会来这里跟这个男人开房，我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这个骚货！老公根本不理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昨晚我跟微微去酒吧玩，然后后面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讲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微微，赶紧向她求助道：微微，你要给我作证，我怎么会这样？此时的微微居然也是一脸茫然，说道：我也不知道啊，昨晚本来看你喝多要送你回去的，可是你死活要 K 少送你，后面你们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信你问 K 少，K 少早就醒了，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吸着烟。我转头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K 少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我送你回去，你非要拉我来开房，还说喜欢我，你都忘了，这事不怪我，是你老婆非要拉我来开房的，我还以为她没老公呢。说完， K 少翻身穿好衣服就走了。我老公气得双脸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离婚。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带着其他人甩脸而去。顿时整个房间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愣在那里。我整个人软趴趴地躺在床上，我以为我在做梦。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个耳光，可是我感受到了疼痛。我拼命地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可是意识停在了我喝迷糊的那个片段上，其他的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忍不住抱着被子痛哭了起来。老公跟我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从酒店回去后，我老公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所有的手续都委托他的律师来操办的，直到法院开庭的那天，他才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拼命地跟他解释是误会，是我喝酒喝多了，可是他对我不理不睬，只是甩给了我一些照片。照片上全是我赤身裸体跟 K 少的风流事。看着这些照片，我全身颤抖，但是一瞬间，我突然到这件事肯定不是巧合，很像是预谋很久了的。后来，老公很顺利地跟我离了婚，我也理所当然地净身出了户。在我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微微上了我老公的车。就在此时，菲菲的名字也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嘴里默默地念着菲菲跟微微这两个名字。恍然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猜想我小姐妹微微有可能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很早就跟我老公搞在一起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是菲菲设计的一个阴谋。想到这里，我胸口像中了一记闷拳，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微微打了个电话过去，没想到她还接了。电话一接通，我就质问道：你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你专门策划了这么一出来，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不对？你说对了一半，我确实就是菲菲，这一切也确实是我策划的。
但不过这还有你老公的支持。事已至此，我就跟你坦白吧，其实你老公早就想跟你离婚了，你又没生育，又老土，你老公早就烦你了，但他一直找不到好的理由。直到那天晚上，你去解锁你老公手机的时候，其实当时你老公醒了，但他没有阻止你。然后第二天你没有质问他，他就知道你舍不得跟他离婚。接着他就心生了这个计策，跟我讲了以后，我就知道你性格是属于那种犹豫不决的。然后我就跟你打了那个电话，问你怎么没来店里。本来是打算我先来引你上钩的，可是没想到你居然自己上钩了。后来那天晚上去酒吧也是事先说好了的，那3个人也都是我找的托。不过你放心，K 嫂没对你做什么，只是把你脱光了，拍了几张照片而已。当然了，这是你老公的主意，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净身出户。菲菲的语气充满了不屑，她的这一番话让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傻，心里五味杂陈，眼泪也瞬间掉了下来。我说了句见人就把电话挂了。我蹲在法院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突然觉得好笑，笑我居然会如此大费周章地来跟我离婚。我想他是有多讨厌我呀。我起身朝马路上走去，此时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老公的小三就在我的身边，而且我会傻到去求助小三。无形中我居然跟小三拉开了一场我不知情的战争，而且我还输得如此彻底。我无奈地仰天笑了笑。或许对于菲菲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接着天色已晚，窗外寒风凛冽，空中下起了密密麻麻的细雨，雨点中夹带着点点细碎的雪籽，风吹而动，击打在窗台，弹落在屋里的大理石地板上，激起了一层银白的薄雪。姐，大冷天的，你打开窗户干嘛？娟儿推门而入，看得出她一脸心疼。我半靠在床上，眼神望着窗外发呆，脑海里全是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禁感叹命运的转变太无常了。自从跟老公离婚后，我就住进了娟儿的家。娟儿是我表妹，也在我老公的店里上班，同样也是美容师。当她得知我老公和小三薇薇专门策划这出来跟我离婚时，也是气得直咬牙。姐，照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把你跟薇薇的对话给录下来，然后对簿公堂。你看那对狗男女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也不至于净身出户，沦落到如此地步。娟儿一边关好窗户拉上窗帘，一边愤愤地对我说道。我叹了叹气，心里知道这一切跟我老公也离不开关系。或许我老公真的如薇薇所说，早就想跟我离婚，只是苦于迟迟出师无名。但是我还是认为老公或许只是一时被出轨的快感冲昏了头脑，等余欢过后，我想他还是会后悔的。或许你姐夫并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只是我没想到薇薇居然会做得如此的绝。再说了，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录什么音啊？难过都来不及。我苦笑着说出了心中所想，姐夫也不是什么好鸟，再怎么鬼迷心窍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那个贱人，你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娟儿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心性率真，再加上她书读得少，曾经在厂里跟一群混混待过2年，所以说话也便是出口成脏。她一边说，一边来到我的床前坐了下来，继续说道：你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为了一个屌男人值得吗？你必须得振作起来，
不能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们。尤其是那个贱人，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然后上法院起诉他们。一是还你清白，不能一辈子做个冤大头；二也可以挽回一点经济损失，绝不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娟儿说的在理，这段时间我确实比较消沉，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却想不到沦落成如此地步，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娟儿提醒，我还真打算就这样算了。现在想想就来气，不能就这样放过微微这个贱人，一定要拆穿他们的阴谋。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还自己一个清白。想到这里，我顿时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神坚定地望着窗外的细雨说道：你说的对，我不一定要报什么仇，但是我一定要还我自己一个清白。娟儿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放心，老妹，我永远支持你。第二天，我们就着手准备我的洗冤计划，但是还没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没有证据。我说老姐呀，你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录音？娟儿躺在客厅沙发上，一脸抱怨地看着我说道：当时那情景气都来不及，脑子里一片空白，哪能想这么多？我说道：那现在怎么办？去哪里找证据？娟儿嘟了嘟嘴，一脸为难的表情。一时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突然好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录音，现在只能一筹莫展。那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娟儿沉默了一会，突然问道。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酒吧喝完酒我就断片了，什么都记不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我跟那个叫 K 少的男子躺在酒店的床上。娟儿一副略有所思的模样，然后说道：那你确定那天晚上 K 少没有对你做不该做的事情？你怎么突然扯到这里来了？我不知道娟儿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然后我接着说，虽然我喝醉了，如果他对我做了什么的话，我想第二天多少我能想起来一点。对了，我突然大声地说道。娟儿被我吓一跳，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我连忙站起来，走到娟儿身边坐下，喜出望外地说道： K 少，我们可以找 K 少，整件事情的发生 K 少都在场，所有的东西他都应该知情，如果他愿意出来作证，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说到这里，突然想到 K 少跟微微是一伙的，刚才的喜悦一下子又消失了，满脸失落地继续说道：可是他是微微的朋友，又是他的托，怎么可能会站出来为我作证？娟儿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客厅一下子寂静下来。没过多久，娟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终于开口了：你去找他是没用的，他认识你，是不会出面做证人的。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快说，我迫不及待。娟儿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我们去你之前的那个酒吧，看能不能碰到 K 少。如果碰到他，你就偷偷的指给我看，我找机会接近他，使个美人计跟他认识，然后再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点证据出来。我将信将疑的看着娟儿，心里没有一点把握。我弱弱的说道：这样行吗？他不认识你，你接近他是很容易，可是你要是套他的话，那不就暴露了你的身份吗？娟儿瞟了我一眼，底气十足地说道：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你也不想想你老妹以前是干嘛的？我以前是在社会上混的，像逼供这样的事情手到擒来，到时候我找几个以前在社会混的朋友吓唬吓唬他。那不行，这可是犯法的，你可别胡来。再说了，你一女孩子家没那能耐，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爸妈交代呀？我有点担心娟儿这暴脾气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赶紧阻止。哎呀，放心好了，我最多只是吓唬吓唬他，又不会干啥事。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再说了，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要他自己自愿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别无选择。你别操心了。娟儿满脸不屑，不屑中还带有几丝自信。他说得对，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 K 少身上，除了他，还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我怕娟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她可是我表妹，到时候不好跟她家里人交代。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娟儿，妥协在她的计划里。第二天晚上，我便跟娟儿来到了那个酒吧。来之前，娟儿还特意的打扮了一番，长腿黑丝高跟鞋，紧身包臀连衣裙。最主要的是，她那具罩杯的大胸像两只巨大馒头一样高高耸立在胸前，而且还露出了大半个在外面。我看着这身打扮的娟儿，不由得担忧地说道：“你这样好吗？”娟儿白了我一眼，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事到如今，我只能点了点头。娟儿今天打扮得着实性感，虽然她长得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她那傲人火辣的身材足以让那些男人全身发软。不知为何，酒吧的生意一直以来都是出奇的好，红男绿女们搔首弄姿，你搂着我的腰，我摸着你的屁股。很显然，这是新时代的一种新时尚，只是我对这些嗤之以鼻。娟儿到底还是以前混过的，一走进酒吧的大门就开始摇头晃脑来，很快就成了这红男绿女当中的一员。我们穿梭在熙攘的人群，目光寻找着 K 少的身影。可惜的是，我们把酒吧的里里外外都寻了个遍，也没看到 K 少的影子。我记得上次来微微跟我说 K 少是这里的经理，怎么没看到人了？我一脸失落地走出酒吧，对着娟儿说道：“那婊子的话你也能信？”娟儿瞪了我一眼，继续说道：“走，明天再来。”说完，娟儿转身欲走。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眼熟的男子从一辆出租车下来，朝酒吧走来。我仔细一看，这个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没错，果然是 K 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来了，来了，就是他。我赶紧扯了扯娟儿挎在肩头的包包，示意他那个迎面而来的男子就是 K 少。然后我迅速将头扭向了一边，以免被他认出来。很快 K 少就从我们面前走过，进了酒吧。你确定刚刚进去的这个就是 K 少吗？娟儿转头来问道。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识。好，走。娟儿扭头就走进了酒吧，我紧随其后。走进酒吧，我的目光就开始寻找 K 少的身影。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他坐在一个靠舞池很近的卡台，手里拿着手机，腿翘在卡台上，一副悠哉悠哉的神态。我指着 K 少的方向对娟儿说道：“诺，在那里。”娟儿对我笑了笑，然后从随身的包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放在嘴里，对我说道：“看我的。”然后扭动着屁股朝 K 少走去。我悄悄地绕到 K 少的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帅哥，能借个火吗？不一会，我看到娟儿就来到了 K 少面前，一脸媚相地朝 K 少说道，而且还故意提高嗓音，所以我隐约听到了。K 少抬头看到娟儿，目光不偏不倚落在了娟儿的胸前，被她胸前那对呼之欲出的大白兔给迷住了。娟儿将烟叼在嘴里，借势弯腰将胸对准 K 少的脸，意思叫他点火。K 少会意，慌忙从兜里掏出打火机，赶紧给娟儿点火。
点燃烟，娟儿立马转头走向舞池边的栏杆旁，倚在上面，眼神望着舞池摇摆的人群，不再理会 K 少。可是没想到 K 少连忙起身来到娟儿的身旁，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娟儿点了点头，然后 K 少一把搂住娟儿的腰，又重新回到了座位上。娟儿在回到座位的同时，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勾搭成功。接下来，娟儿跟 K 少开始喝起了酒，这一喝便是没完没了，一直喝到快凌晨。我明显的感觉到 K 少开始已经喝多了，他一个劲地拉扯着娟儿，嘴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娟儿把 K 少按在座位上，在他耳边好像说了句什么话，接着就朝我这里走来。路过我这里的时候，又向我使了个颜色，然后朝卫生间走去。我会意也跟了上去。姐，搞定了，他现在喝得差不多了，非要拉我去开房。卫生间里，娟儿一边洗着脸，一边向我说道：“不行，你去跟他开房，万一他乱来怎么办？我可不愿意你冒这个险。”我不同意，我知道开房了没什么好事，万一 K 少对娟儿乱来，害了娟儿，我可对不住他。可是娟儿依然还是一脸不屑，她重新点燃一支烟，然后说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不去不就功亏一篑了吗？姐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有这个。”说完，娟儿从包包里拿出一小包安眠药，在我眼前晃了晃，继续道：“有了这玩意就不怕了。我在他去洗澡的时候提前放在杯子里，等他洗澡出来后就叫他喝下，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只要他睡了，我就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我知道娟儿所说的计划就是逼供，他要对 K 少玩仙人跳。我不知道这样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是现在我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娟儿身了。好了，姐，你就放心回去吧，接下来你就看我的。娟儿匆忙整理了下头发，丢给我一个放心的微笑，就走出了洗手间。我回到了家，躺在了床上，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是担心娟儿的安危，二是不知道娟儿的这种办法是否真的可行。时间在黑夜里流转，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娟儿突然回来了，一走进我的房间，她兴奋地大喊道：“姐，大功告成了！”房间刺眼的灯光让我朦胧的眼睛有些生涩，我来不及揉眼睛，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地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娟儿赶紧坐到我的床边，瞪大着眼睛对我说：“拿到证据了就回来了喽？难不成还真去舍孩子套狼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我显得有点迫不及待。娟儿脱去外套，喝了口水，开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本是打算等他睡到半夜，然后来个突然袭击，给他玩个仙人跳，借此逼供他的。可是没想到，他睡下才不到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就响了，微信上显示是微微发来的，而且还一连发了好多条。我不禁觉得奇怪，这大半夜的微微给他发什么信息？于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想看看微微给他发的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密码，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你对付姐夫的那招，用指纹解锁。我借用你这招，用 K 少的指纹解锁，没想到我用他右手大拇指一下子就解开了。娟儿看着我调皮地笑了笑，接着继续说道：“我打开他的微信，看到微微给 K 少发的信息，我顿时就懵了。微微微信上说，这个礼拜天他就要跟姐夫结婚了，还是说什么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一旦结了婚就形成了法律责任，
到时候离婚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一半。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跳个不停。娟儿没有停，说得正起劲。然后微微又发来一条微信说：“我们干完这一单就收手吧，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的。等这单干完你就去戒毒所，等毒戒完了我们就结婚。”我真的不想这样下去了，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越听越迷糊，疑惑地看着娟儿，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你还看不出啊？”娟儿赶紧掏出手机，打开相册，把微微给 K 少发的信息一条一条的翻给我看，然后便说道：“实际上微微跟 K 少是一对，为了钱，微微使美人计骗了姐夫，然后跟姐夫结婚，结婚后再随便找个理由离婚，这样他就多少可以分走姐夫的一些财产。说白了，这个贱人就是个婚姻骗子，你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内心无比的震撼。谁会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会如此阴险？从微微设计那出来促使你跟姐夫离婚，到星期天她跟姐夫结婚，这一切微微都跟 K 少算计好了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个圈套，姐夫还蒙在鼓里。你看，这些都是微微跟 K 少的聊天记录，幸好没被 K 少删掉。娟儿把拍来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一张一张地看着这些聊天记录，瞬间明白了一切。从头到尾，受害者不止我一个，还有我的老公，只是他现在还被蒙在了鼓里。现在我们不能打草惊蛇，等他们结婚的那天，我们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你一个清白。娟儿瞬间豪气干云，仿佛干了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而此时的我内心开始翻涌，非常不是滋味，同时对微微的恨意又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她害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老公。无论如何，我都要戳穿她的诡计。微微跟我老公结婚的那天，一向阴雨连绵的江南，阳光却出奇的明媚，空气中夹带着些许早春的味道。婚礼在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结婚现场装扮的更是奢华无比。听说光新娘身上那套婚纱就去了10几万，还有钻戒什么的不算。我跟娟儿两人不请自来。当我看到这些豪华场景的时候，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想当年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婚纱是租来的，戒指是白银的。可是谁能想到，我老公居然给一个小三如此风光奢华的婚礼。内心的不平让我对微微更加恨之入骨。姐夫个傻叉，一个江湖骗子也能博得他如此豪华的爱。娟儿也忍不住吐槽道。我没有作声，只是笑了笑。微微发现了我们，脸色稍稍变了变，然后还是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哟，稀客呀，欢迎欢迎。微微一脸媚相向我们打着招呼。没想到吧，我跟我姐今天来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你是应该欢迎。娟儿嘴巴上从来没饶过人。哦，什么大礼？不急不急。娟儿说完，拉着我朝人群走去，只留下微微一脸茫然地懵在那里。我明显的在她脸上看到了不安。娟儿拉着我来到了我老公面前。这么多天不见，我老公依然还是神采奕奕。看到我老公，我的心里又升起了一股柔情。姐夫，祝你2婚快乐。娟儿的话让老公有点难堪。你们来了。老公看了看我，接着说道：进来可好？我正欲开口，娟儿却抢了先。好，进来也好，将来会更好。我对老公笑了笑，不知道为什么，才这么段时间没见，我对我老公居然有种陌生加惧怕感，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老公勉强笑了笑，对着娟儿说道：嘴巴还是这么老辣，
那你们自己玩好喝好。说完，老公就走了。看着老公西装笔挺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眼眶不知不觉地湿了，心里感叹，这么多年的感情居然抵不住一个小三的勾引。娟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为了这样的蠢货，不值得掉眼泪。等下给他们来场好戏，你准备怎么揭穿他们？我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你别管，到时候看我的，配合我就行。很快，婚礼仪式马上就开始举行了。我跟娟儿在酒店的一个靠边的位置上注视着这一切。简单的开场后，司仪开始问话了：顾军先生，你愿意娶薇薇小姐为妻吗？不管以后。愿意。顾军就是我的老公。没想到他回答如此爽快，这让我心里一阵痛楚。薇薇小姐，你愿意嫁给顾军先生吗？不管以后。就在这个万木主待的时候，还没等薇薇回答，娟儿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喊道：等一下！娟儿的这一声尤其响亮，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们这边看来。娟儿一把拉住我朝台上走去，我不知道娟儿到底要怎么样，连忙小声说道：你要干嘛？你别管，跟我走就是了。不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台上。薇薇跟我老公措手不及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时台下一片静悄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都想看看我们要干嘛。娟儿跑到司仪手中接过麦克风，接着说道：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姐姐，而我姐姐就是今天新郎的前妻。之所以我今天要上来，是因为我要拆穿这个贱人的阴谋，还我姐姐一个清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包括我老公和薇薇。娟儿指着薇薇继续说道：就是这个贱人，害得我姐姐失去家庭，而且她还是个婚姻骗子。她自己是有男人的人，她骗我姐夫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从中骗取钱财。然而这一切我姐夫都被蒙在鼓里。你别瞎说！此时我老公终于按耐不住，来到娟儿面前大声吼道：我瞎说？你个蠢货，你自己看！娟儿怒气冲冲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机给我老公看。我老公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机，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我明显感觉到老公的脸色骤然发生了变化。娟儿从 K 少手机里拍来的那些薇薇跟 K 少的聊天记录，全部一览无遗地出现在我老公的眼睛里。我老公气得浑身发抖，来到薇薇的面前，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大骂了声贱人。然后薇薇此时也慌了神，赶忙解释：你别听他们瞎说，我不是骗子，真的，我不是骗子，你自己看。我老公把手机丢给薇薇，薇薇慌忙捡起来看，看完之后脸色也变了，心里肯定在想露馅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老公冲上去一把抓住薇薇，大声地吼道。薇薇此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脸色吓得铁青。而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人群中挤了上来。我清楚地看到此人正是 K 少，最主要是他的右手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眼看 K 少就要冲到我老公的身后了，我一急，大喊一声老公小心，然后就跑过去把老公给推开了。紧接着，那把原本刺向我老公的匕首此时不偏不倚地刺中了我的小腹。娟儿跟我老公反应也快，看到我中刀，娟儿随即尖叫起来，狂喊杀人了。顿时现场一片混乱， K 少想跑，却被几名反应快的男子按倒在地。而此时我躺在血泊当中，眼神散乱，但是我还是看到我老公来到我的身边，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托起了我的头，
而且我还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嘴里不停地说：“老婆，都是我的错，是我混蛋，我该死，我鬼迷心窍，你要坚持住。”老公的话软绵绵的，一丝一丝的入了我的耳朵。我躺在老公的怀里，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我知道我原谅了我的老公，但是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见到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我闭上了眼睛，我没死，经抢救我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昏迷了3天3夜。老公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满脸愁容。看到我醒了，他轻轻地伏在我耳边对我说：“我错了，我会用余生好好去爱你。”我没有作答，我不知道我是该点头还是摇头，我只是吃力地笑了笑。娟儿说 ：“K 少被抓了，吸毒后行凶，微微也一样，涉嫌诈骗。”我望着医院洁白的天花板，我想，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我是赢了还是输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